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中国的皇帝村，它被称为帝王流放之地。所谓的流放，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古代犯了罪的人被流放到既偏远又鸟不拉屎的地方。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惩罚。但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村落，奇就奇在历史上有太多被流放的皇庭贵胄了，比如被武则天流放的亲儿子李显，在这足足生活了14年，还有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弟弟汉景帝的孙子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历朝历代有45位帝王将相，包括16位皇帝、16位皇亲、13位将领刺史，都被送到了这个地方。但谁也没想到，久而久之，这里这些被流放的皇族在这里竟然延续香火，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皇族后裔村。直到今天，这个村子依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这个村子里还生活着地球上几乎灭绝的古老毒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日的黄帝村探险之旅。这个地方就在湖北的房县，古代称之为房陵，隶属于湖北省十堰市。要解开房县为何会成为流放之地的秘密，得先从房县这个名字说起。它为什么叫房县呢？这个房指的就是房屋的房。根据当地的史料记载，这个地方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奇固高陵，如有房屋。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讲，就是说房县这个地方被一圈巍峨的大山像铜墙铁壁一样死死地包在中间。这些山高的吓人，连绵不绝，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房屋，把里面的一切都罩住了。你看，光是这个名字和地形，是不是就透着一股囚笼的味道？在古代，交通基本靠走，这样的地形简直就是天然的监狱，进去难，出来更难。此次探险队决定沿着这片巍峨的秦巴山脉一路深入，从房县县城开始往西走，没半小时路就断了，只能踩着碎石往山里钻。刚开始，这趟旅程和普通的野外探险没什么区别。峡谷里山崖高耸，道路崎岖不平，巨石堆叠的河道里，溪水轰隆隆地咆哮着，声音震耳欲聋。这里植被非常茂密，很多参天大树遮天蔽日，阳光都很难照进，一切都像是一片从未有人踏足过的原始森林。往深山里钻了2小时，眼前突然劈出一道峡谷，崖壁直上直下，最陡的地方快90度，手摸上去能感觉到一道道整齐的凿痕迹，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挖的。更邪门的是，崖壁中间嵌着块石碑，上面刻着“下马清风道，焚香拜隐公”，落款是乾隆年间的。向导告诉我们，以前来这儿的人不管官多大，都得下马祭拜，可没人知道拜的隐公究竟是谁。而后来经过查阅资料和分析，这块碑跟一个大人有关，极有可能是西周的尹吉甫。尹吉甫是谁？他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采风者和编撰者之一。一个3000年前的诗圣，为什么会出现在2000多年后的清代石碑上呢？这块石碑就像一个坐标，告诉我们这片看似荒蛮的山谷绝不简单，它背后也许藏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根基。顺着峡谷里的古道接着走，脚底下的石阶被磨得发亮，边缘都圆了，一看就走了上百年。路边的石头台子一堆一堆的，向导说这是歇脚台，以前赶路的人在这儿喝水。可你细想，这荒山野岭的，谁会专门凿石阶垒石台？更怪的是，走在古道上说话有回音，明明峡谷不宽，回音却能绕3圈，有时候还能听见溪流撞石头的声音，混着不知道哪来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然而就在这条绝路的尽头，就在以为再也不可能有人烟的地方，此时山路一转，豁然开朗，轰鸣的溪水声变小了，取而代之的是隐隐约约的鸡犬相闻。一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出现在眼前。10几座老房子藏在山坳里，青瓦黄土墙，烟囱飘着烟，看着像世外桃源。可你再看四周，群山把村子裹得严严实实，只有我们走的这条峡谷能进出，活像个天然的笼子。一个巨大的疑问涌上心头，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里，怎么会有这样一条维护良好的道路？
它的另一端到底要通向哪里呢？眼前就是这个神秘的村落，它非常非常小，只有10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它没有建在山顶，也不是挂在悬崖上，而是沉在一个山间的洼地里。第一眼看过去，你甚至会觉得有点失望。难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皇家秘境吗？这里没有宫殿，也没有城墙，一眼看过去只有最质朴的田园风光。时值秋收，村子周围的稻谷一片金黄，村民们正在田里用一种我们没见过的大木箱在给稻谷脱壳，他们管这个叫板仓。这种工具据说从古流放时代就传下来了，用脚踏木梁脱谷是房县独有的老物件。木头撞击稻谷的声音在安静的山谷里传得很远，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安然。但是当我们站高一点，用无人机的视角再看这个村子，你发现了吗？这个村子被周围的群山环抱着，但这种环抱不是温柔的，而是囚禁式的。四周的山体有非常明显的地质切割痕迹。随行的专家在仔细观察了田边的地层和碎石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个村子，或者说这个洼地，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山谷，它是一个因为构造断裂带和地壳抬升而形成的阶地。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内部的巨大力量在这里掰手腕，而这个地方处在好几条不同断裂带的交汇位置。地壳的力量先把四周的山脉狠狠地抬了起来，形成了高耸的围墙。紧接着，这个区域的岩层因为受力过猛，又破碎和垮塌了，形成了一个坑。最后，后期的河流搬运作用，又把水和肥沃的土壤带到了这个坑里。于是，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四周是绝壁，内部却平坦开阔，水源充沛，土地肥沃的山间盆地就这么诞生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吗？这片得天独厚的地形，反过来就成了流放贵族的理想囚笼。皇帝们根本不需要修监狱，他们只需要把人往这里一扔。如果你要想跑，四周全是山林四塞的悬崖峭壁，你往哪儿跑？如果想饿死，那也不行，因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你不仅饿不死，你还能种水稻，过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这就是最高明的地方，一个天然的，既能困住你，又能养活你的监狱。不过，如果光靠这片看似与世隔绝的村落，靠着这片小小的洼地，真的能自给自足吗？还是说，他们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而村民们接下来的展示，让我们发现，吃饱对他们来说只是最基本的需求。他们对吃的讲究，才真正暴露了他们的身上独特的地方。这里的村民至今仍保留一些看似奇特的古代习俗：办喜事要摆9道菜，上酒席讲究4大6小，饭前还要焚香祭祖。这些细节都透着一股宫廷遗风的影子。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宴席要上龙席。在房县、婚丧嫁娶、迎宾送客，讲究的都是这一桌席面。它不只是吃饭，更像是一场仪式。这桌上龙席是当地人招待最尊贵客人的最高礼仪。它还有一个别称，叫4大6小。4大指的是4个大汤菜，比如第一道汤叫卷卷汤，寓意一团和气；最后一道汤是肉圆汤，寓意圆圆满满。6小指的是6碗蒸菜，比如蒸肉、蒸鱼、蒸豆腐等等，这寓意就更直白了，叫蒸蒸日上。除此之外，还有开席前的果盘、5荤4素9个凉菜、4道时令小炒和炸物，光是听听就让人流口水了。但这些都只是宴席的形，而它的魂在于它的规矩。在整个宴席的过程中，有一个铁打的规定，那就是每上一道新菜，就必须撤下去一个空碗。你的桌面上从始至终都必须保留9个菜，不多不少就是9。一个偏僻闭塞的山村，怎么会有如此繁复、规格如此之高的宴席礼仪呢？为什么非得是9呢？仔细一想，线索就太明显了。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宫廷文化里，9是单数中最大的数字，它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九五至尊。一个深山老林里的古镇，吃一顿饭，却要严格遵守九五至尊的规矩。这背后没有皇家背景，谁敢这么干？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印证了这个猜测。他们说，这套吃法就是当年被流放到这里的皇室贵族带来的宫廷仪位，而这其中最有名的贵族就是唐中宗李显。李显是谁？他是武则天的第3个儿子，他的人生就是一出超级过山车。他当了2次皇帝，中间那次他刚登基才50多天，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他亲妈武则天给废了。废了之后贬为庐陵王，被流放。流放的地方就是房县，而且这一关就是整整14年。这可不是咱们杜撰的。就在10多年前，考古人员真的在房县的化龙河畔发现了一处古代高台式建筑和护城河的遗迹。经过考证，这就是当年李显被囚禁在这里时修建的城池。他虽然是皇子，但活得提心吊胆，因为他老妈武则天那时候正在大肆诛杀李唐宗室。李显每天都活在极度的恐惧中，生怕老妈哪天不高兴，派个使者过来赐他一条白绫或者一杯毒酒。所以房县这个地方对李显来说，既是安全屋，也是精神牢笼。这就奇怪了，武则天这位心狠手辣著称的女皇帝，她连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都杀，为什么她会选择这片区域来幽禁她的亲生儿子李显呢？为什么不干脆利落一点？答案还是在地理环境上。房县山高林密，地形封闭，李显被扔进来插翅难飞。同时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武则天要的不是他的命，是他的屈服，把他关在一个饿不死、病不死，但绝对跑不掉的地方，是最高明的政治幽禁。而李显就在这个天然牢笼里生活了14年。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根据当地传说，庐陵王李显带来了700工匠，这700人里有修宫殿的，有酿酒的，当然还有御用厨师。他们把宫廷生活方式彻彻底底地植入到了这片山野之中。那套九五至尊的上龙席，就是这段宫廷流放史的活着的最美味的活化石。据说李显当年带来的宫廷厨师把御宴规制改成了山中食谱，没有山珍就用山蘑代替，没有海味就用河鱼补。于是一桌有着皇家模样的宴席就这样被留在了这个山村里。不过这房县的 VIP 囚徒名单上，李显只是其中之一。秦朝时期，秦始皇的重父吕不韦倒台后，他的家族1万户，还有那位假太监嫪毐的家族4000户，全都被打包流放到了房陵。你没看错，是以户为单位，几万人的往这里送。到了汉朝，皇室也不消停。汉武帝时的济川王刘明、清河王刘年、汉景帝的孙子刘伯，这些王爷犯了事也都是一个下场，那就是发配房陵。再到5代十国，那个被赵匡胤黄袍加身抢了皇位的小皇帝后周恭帝柴宗训，这个亡国幼帝最终的归宿也是房县。他被流放到这里，年仅20岁就神秘去世了，死因至今都是个谜。还有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弟弟秦王赵廷美，因为皇位继承的猜忌，他也被自己的亲哥哥赵光义流放到了房县。没过多久，也在流放地暴击而卒。怎么死的，同样是一笔糊涂账。这份流放名单太长了，据不完全统计，历朝历代有45位帝王将相，包括16位皇帝、16位皇亲、13位将领刺史，都被送到了这个地方。这些皇族贵胄被关在这个华丽的笼子里，可以继续维持他们宫廷中的生活水准，比如研究怎么吃上龙席，但他们彻底失去了对权力的威胁。不是一个两个，为什么历代帝王们都偏偏都选中了这个地方来囚禁这些身份特殊的心腹大患呢？除了房县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它独特的政治战略位置。首先，这里是座天然的监狱，
房县地处巍峨的大巴山和秦岭之间，四周被群山紧紧环抱，地势险要，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进出都极为困难，非常有利于朝廷派人看管和监视。其次，这里距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如长安、洛阳等地相对较近，这与发配到遥远边疆的宁古塔和海南岛不同，皇帝可以更方便地对这些被流放的 VIP 进行实时监控，确保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彻底杜绝他们在外地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可能。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体现统治者智慧的一点是，房县虽然偏僻，却并非不毛之地。看似山多地少，但土地肥沃，加上四周山体的汇水作用，水源充沛，非常适合进行农业耕种。丰富的物产能让这些被流放的贵族们在这里自给自足，甚至可以维持着接近宫廷一般的生活水准。这样一来，皇帝既能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彻底隔离，又不会背上一个残害手足、刻薄寡恩的骂名，可以说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手段。不过，即便如此，可不要以为那些被流放到这里皇廷贵胄真的能安然生活在田园诗歌里。因为在探险队的调查中，还有一个十分惊人的发现，那就是房县这个地方原始到一种离谱的地步，这里竟然还生活着很多在地球上几乎消失的古老毒兽。我们不难想象，在1000年以前，生活在一群豺狼虎豹之中是多么惊险。下面跟着探险队一起深入这片原始森林，进去一探究竟。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侏罗纪公园。峡谷中植被极其茂密，种类繁多，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保持着最原始、最纯粹的自然生态。也正是在这样未受干扰的环境中，考察队有了一些惊心动魄的发现。在这里，先后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毒蛇之一，毒性猛烈的尖吻腹，俗称五步蛇，以及一种更为罕见、更为古老，被誉为蛇类活化石的物种白头盔蛇。这种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蛇类，被称为活化石。它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很多人类文明史还要长，在中国国内有记载的标本都非常稀少。这地方能同时见到尖吻腹和白头盔蛇，说明生态没被半点破坏，跟几百万年前差不多。这条峡谷是一个生态孤岛，它的原始生态环境在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干扰，说白了就是古老植物的避难所。也正因如此，像白头盔蛇这样的古老生物才能在这里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不仅如此，峡谷里还发现过白熊、白化猕猴这些珍稀动物，这些白化动物对环境要求更高，说明这儿不仅生态好，还没受人类活动干扰。为啥这峡谷能留住这些活化石？专家告诉我们，两边崖壁上能看见明显的断裂痕迹，这是清风断裂带的一部分。南北向的挤压让这里形成了好多东西向的沟谷，加上后期又有次生断裂带，硬生生把这片区域分成了一个个小气候罐。有的地方潮湿的能拧出水，有的地方干燥通风，有的地方常年恒温，刚好满足不同古老生物的需求。而且这里躲过了第4纪冰川的追杀。冰川寒流席卷全国时，房县北边有秦岭挡着，南边有大巴山护着，峡谷里的温度没怎么降，那些在别的地方早就冻死的史前植物在这照样活得滋润。更让人惊讶的是，峡谷里的森林覆盖率高得吓人。房县所在的秦巴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足足有 67.8%， 是中国认证的全国造林绿化百家县，还被称作中国生态心脏。走在里面，参天大树的枝叶能把天遮严实，阳光只能透过缝隙洒下。地上铺着厚厚的腐叶，踩上去软得像地毯，空气里全是草木和泥土的清香，连呼吸都觉得顺畅。可你细想就觉得后背发凉，这么原始的生态对动植物是天堂，对人来说就是天然禁区。除了毒蛇，峡谷里还有陡峭的崖壁，下雨时会掉石头，溪边的石头滑得能让人摔进水里，还有些植物看着好看，其实有毒。当年流放的皇族想从这儿逃跑，先得过毒蛇关、悬崖关、麋鹿关，基本没可能，
这地方根本就是为阮晋量身定制的。探险队离开防线的时候，镜头再次转回到那条幽深诡异的峡谷古道。在深入峡谷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这里不仅发现了石阶，还在一个山坡前的平台上发现了一排好像是人工垒砌过的石块。这是什么呢？向导介绍说，这里就是古时候来往于古道上的人临时歇脚的驿站。这种驿站在古道上有很多，但大小都差不多，只能容纳20-30人，都选在居高临下的位置。这说明经常使用这条路的不是大部队，而是规模在30人以内，但运送着重要物资，并且需要防止土匪抢货的商队。一个皇家牢笼怎么会有商队？他们运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物资，值得在这么凶险的峡谷里开辟一条路，还要建驿站来防守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考察队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路前行，来到了与防线相邻的竹山县。在这里的一间博物馆里，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答案。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排特殊的展品，权秤、月牙、扁担。向导介绍说，这些就是古时往来于湖北和四川之间的挑夫必备的工具，而他们所要运送的最重要的货物就是盐。原来防线所在的区域在汉唐时期主要依靠产自乌溪的盐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为了方便运输，古人就在这片群山之间利用自然的山形地貌修筑了这条通往四川的古道，这就是一条盐山古道。这一下整个故事完全反转了。防线在一波又一波贵族流放来临后，慢慢变成一个并非完全封闭的地方，它甚至一度是川鄂两地最重要的盐业枢纽之一。那些精美的木雕和气派的匾额都在诉说着往日的兴盛。要不说古人聪明呢，简直就是天才，他们根本不用费劲去开山，他们只是利用了这条天然的断裂带，也就是前面说的清风断裂带，在里面修路，就形成了天然的通道。于是最魔幻的一幕出现了。在山顶上，防线是牢笼，是流放地；在山脚下峡谷里，防线是通道，是商贸要地。流放者带来的宫廷文化和商队带来的民俗文化，就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交织、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防线气质，既有楚风的雅，又有山民的拙。故事讲到这里，防线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探险队一层层揭开了。大山的格局从来不等于闭塞，防线它既是囚禁帝王将相的牢笼，也是连接川鄂商贸的通道；它既是白头蝰蛇这样古老生物的避难所，也是璀璨地域文化的孕育地。被流放的皇族本以为来到了生命的尽头，却无意中将宫廷菜的精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背着盐巴的挑夫本只为生计奔波，却踩出了一条盐山古道，连接了两种文明。甚至这里还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莫大的关系。《诗经》中有一部分的诗歌正是采集于防线本地的民歌。那位伟大的《诗经》采风者和编撰者，西周的太师尹吉甫，他的封地就在防线。直到今天，在防线的山水之间，你依然可以随处听到当地人悠扬的歌声。他们早已习惯了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化作最质朴的吟唱。这就是防线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它的故事就刻在那些如有房屋的群山里，也流淌在那些言道和歌谣中。好了，今天的眼见古今就到这里。大山的秘密，你看懂了吗？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个秘境再见。关于防线，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次再探奇闻秘境，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